年底谈成一个大单，分红500万，公司奖励怀孕8个月的我提前进入产假。婆婆问我怎么不去上班，我躺在沙发开玩笑说，公司效益不好，把我辞了，恐怕以后只能在家相夫教子了。没想到婆婆当即一巴掌扇到我腰上，那你还不滚起来洗衣做饭？怀着个丫头就想赖在家里吃白饭。碰巧回来的老公把婆婆拽到婴儿房里，满心委屈的我打开他们尚未知道的监控，想看老公到底站在谁这边，却不料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背后发寒的秘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赵琴刷一下把菜扔我身上，带着泥的土豆结结实实砸在我8个月的孕肚上，一阵抽痛的疼。沈静，我早就想说你，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知道的是去上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去站大街卖呢。哪个老板能容下你这么个不检点的女人？突然变故让我愣在原地。3个月前，孙磊说我月份大了，婆婆要来照顾我。我经常出差，有妈在我也好放心。的确，孙磊升职后，工作出差变得格外频繁起来。考虑到自己一个人却又不便，而且跟婆婆几次小住也都还算平稳，我欣然同意。婆婆这段时间也的确精心照顾，每餐亲力亲为，我要帮忙都被她直接赶出厨房。你上班忙，做饭这点小事不用你。我曾以为这辈子都不会面对的婆媳问题，没想到一句玩笑竟让婆婆判若两人。长辈跟你说话，不知道站起来，缺爹少妈的东西就是没教养。一句话把刚要解释的我堵在原地，扎心戳肺。我15岁那年，父母意外身亡。第一次去孙磊家时，婆婆拉着我的手，满眼心疼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个闺女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。那时我以为自己终于再次拥有了家人，所以这些年，哪怕有时和婆婆观念不合，我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磨合包容。所以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一句话就能让婆婆变成这样。我还在疑惑，婆婆却又开始不满地絮叨，大城市生活本来消费就高，这下全得落在我儿身上。见我还在原地发愣，婆婆竟一巴掌扇到我后腰，你还有脸在这儿躺着？这一巴掌力道极大，直接把我从沙发上打翻下去，膝盖磕到地上，咚一声闷响。我第一时间捂着自己发坠的肚子，急着想要解释，刚叫了一声妈，婆婆已经坐到了沙发上，一双散发着气味的脚顺势搭在我背上，150、60斤的重量，故意用力压得我动弹不得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满是震惊不解。赵琴哼了一声，当然是教你做我孙家儿媳的规矩。以前雷子说你能挣钱，为了我儿，我忍了你个死丫头这么久，现在你都不挣钱了，以后给我把翘着的尾巴夹起来。告诉你，这次我来这儿第1天就生着气呢，满满一锅炖老母鸡你全给我倒了。得知婆婆要来，我忙了2天收拾里外，新买的床被、新鲜蔬果堆了一桌，婆婆也没空着手。塑料袋兜着炖老母鸡、散养鸡，城里吃不到，给小静补身体。当时孙磊埋怨他妈多此一举，还是我笑着把东西接过来，千恩万谢。但2天1夜的火车鸡早就馊臭了，那鸡都馊了。孙磊没告诉您，但不等我说完，婆婆却直接一脚将我踹翻，还敢顶嘴，要饭的嫌馊。怀着个丫头，真以为自己是功臣了。我皱眉刚要理论，家门突然被推开，
前一秒还笑嘻嘻看着手机的孙磊，看到眼前的一切皱眉愣在原地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等我说话，赵琴率先抢话：快问问你的好媳妇吧，让人家开除了。我可怜的儿子怎么这么命苦？好不容易有出息能挣钱了，就被人赖上了。当婆婆的说他2句，他还梗着脖子顶嘴。沈静，我告诉你，只此一次，以后再敢这样，就给我滚出这个家。孙磊皱眉看我：你被开除了？我怀着他的孩子被他母亲踹倒在地，他进门没有想过来扶我一把，却开口就问怎么会被开除。看着结婚3年的老公，我突然一阵心寒，不想再有解释。要是你也嫌我吃白饭，就跟你妈商量商量，咱们谁该滚出这个家。结婚时孙磊家条件不好，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。一个怀孕8个月的孕妇，不仅被婆婆欺负，还在自己的家被骂滚出去。躺在床上，我委屈的眼泪止不住下落。听到孙磊拉着婆婆进了婴儿房，我突然想起前2天安装的监控。监控是为了以后方便看孩子的，还没来得及跟孙磊母子说，我心里想着看看孙磊在我和婆婆的冲突中如何调和。没想到打开监控，竟听到一个惊天秘密，直叫我后背发寒。你还说什么他年底没准能升职加钱呢？这下好了，让人开了，眼瞅着他也要升，那边也要升，你一份工资养活2家人，妈想起来就疼你。婆婆满脸烦躁，说着竟蹭起眼角。哪边2家？难道孙磊背着我外边还有一个家？想到这段时间他频繁的出差，我心里突然一阵下坠的恐慌。孕晚期起夜频繁，好几次我去卫生间都撞到孙磊坐在马桶上，脸上是莫名的笑意。有几次他看手机入迷，甚至都没发觉我进去。看到我时，吓得差点扔了手机。对此，他的解释是工作压力大，睡不着，刷搞笑视频，又怕在床上影响我休息。对此，我不是没有过怀疑。可孙磊坦然地给我手机看，我看你就是怀孕激素不正常，疑神疑鬼的。翻看他手机，的确没什么发现，只能不了了之。我赶紧继续听下去，可孙磊却没接话，只说前几天我问他，组员的确说他有望签下大单升职，好好的怎么会被开除呢？该不会是他签单挣钱，不想让咱们知道吧？我再确定一下。发根突然一紧，孙磊竟然偷偷联系过我的组员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另拉了一个小群，把我团队的组员都拽进来。没有家人的缘故，我格外珍惜人和人之间的感情，有钱大家一起拿。加上我挑选的团队成员都很对脾气，他们都自诩我的娘家人。如果孙磊联系你们，统一口径，没有签成大单，我被公司辞退。所有人，我焦急地盯着手机屏幕，度秒如年，生怕孙磊先一步得到回复。果然几条收到后，我助理说：静姐这是想给姐夫一个惊喜，刚姐夫还问我呢，差点就把你的惊喜破坏了。收到，我现在就去欲扬先抑。长出一口气后，我又发了一条：我婚姻情况危，具体情况有时间详谈。总之，如果最近孙磊联系大家，务必统一口径。这次几乎是立刻，没有人再多问一句，清一色的收到2字刷屏。我删除了小群，看到监控中孙磊盯着手机，皱眉骂了一声：沈静这个废物，还真把单子搞砸，被开除了。婆婆也跟着着急，瑶瑶马上要生了，我还答应了给她订10万1个月的月子中心呢。我怀孕之初也想订月子会所，但婆婆听了3万1个月的价格，说什么都不同意。
外人哪有自家人照顾的仔细？有我在花那个闲钱干什么？瑶瑶，我突然记起有次文件忘在家里，回来拿时，婆婆正和一个年轻孕妇在家有说有笑，桌面摆的都是我买的昂贵水果，两人吃得一地狼藉。当时婆婆说是她远房侄女怀孕了，来城里做检查，那个女孩就叫李瑶瑶。怪不得那时我就觉得李瑶瑶对我有种莫名的敌意，说话也夹枪带棒的。事后我和孙磊吐槽，他还说是我小心眼。原来他们竟光明正大的把小三带到我家，录屏的监控中。孙磊又说了一句，转身出门。而徒留在原地的婆婆烦躁地翻个白眼，低声嘀咕着：下了那么多药，怎么这个赔钱货还不掉？难道药是假的？不能啊！我专门在村里花了大价钱找了王兽医开的。瞬间窜起周身冷汗，婆婆竟然一直在给我下药。就在我怕得浑身颤抖时，下一秒卧室门被推开，在孙磊进门的瞬间，我刚把手机监控慌乱退出，看着面前的丈夫，我心跳的要从嗓子里蹦出来。就在刚刚，我清晰地听到监控中孙磊说，离婚房子是他婚前财产，还是等换了房子再说，到时他要乖乖听话就算了，不然一个孕妇有什么意外又没娘家人，只要咱们不追究，谁还会管他死活？前阵孙磊说孩子出生后房子就显得小了，想要卖了这套换个大房子。2小时前我还在畅想，分红到账后我们不仅可以换大房子，还可以带着孙磊和婆婆好好出去潇洒一番。但没想到我畅想的幸福之路，竟是他们设计我的死路。孙磊尚算俊朗的脸，现在看来处处透着阴狠，怪不得他在得知我无父无母后，追求的格外殷勤。原来从那时起他就做的这个打算。老婆，你真的被公司辞退了，你怀着孕他们辞退你是违反劳动法的，我去找你们老板理论。我赶紧拉住他，别。在孙磊狐疑的目光中，我尽量让声音坦然，是因为我的原因丢了订单，要不是看在我这么多年任劳任怨又怀孕的份上，公司是要追责要求赔偿的，赔偿金几百万，咱们的家底掏空了也不够。孙磊眉头皱得更深，他竟直接拿过我的手机拨通我老板的电话。我问问，总不能让你受委屈。电话等待的嘟嘟声中，我心脏几乎要跳出来。下一秒电话接通，老板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沈静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公司不追究就已经是你最好的结果了，别再妄想要什么赔偿了。幸亏我手速快，刚刚一边录制监控时，就简短地跟老板说了自己的处境。我们老板是个女强人，生平最恨渣男，当即表示公司会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挂断电话后，孙磊盯着我惨白的脸，伸手帮我拢拢被汗浸湿的碎发。老婆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工作没了就没了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。妈刚才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养家压力大，她更年期容易情绪崩溃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别和她计较。正好你现在也有时间了，咱们看的那套房子销售催了好几次，叫去签合同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去，正好冲一冲你失业的晦气。孙磊不由分说拉我和婆婆去售楼处，没想到李瑶瑶竟也早早等在那。婆婆下车就亲昵地挽着她的手，我叫瑶瑶来的，跟着一起参谋参谋。李瑶瑶炫耀似的挺着自己的肚子，磊哥要换大房子，姑姑怕你眼光不好，叫我来把关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那次在家里她也是如此。嫂子，你可别仗着自己怀孕就什么活都让我姑干，我磊哥挣钱不容易，
嫂子，你得学着过日子。你看这成堆的快递，结了婚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给谁看？我说话直，嫂子别介意，我也是为了你们家好。当时我以为他是嫉妒我和孙磊生活的好，说些酸话，所以根本没理他。婚后，我一直扮演着贤妻孝媳的角色，就连孙磊都忘了一个孤女，自己爬到现在的位置，又怎么会是任人宰割的角色？新仇旧恨交加，我脸色一沉。介意你不也狗皮膏药一样跟来了吗？我突然反击，让孙家母子皆是一愣。李瑶瑶更是委屈地扁着嘴看向他们，又是跺脚，又是哼气。赵琴当即瞪我：“真是反了你了！没有教养的东西，谁准你这么跟亲戚说话的？”我第一次毫不相让地顶回去：“我买房子，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过来指手画脚，到底是谁没教养？”我声音不小，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指指点点。孙磊皱眉拽我：“多大的事儿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再怎么说你也不能跟我妈顶嘴呀！”我冷冷地甩开他的胳膊：“那你就听你妈的吧，房子钱也让你妈来拿。”孙磊眉头更紧：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不是都说好了卖了现在的房子贴钱置换吗？上次的置换合同你都看了。再说我妈一个没工作的家庭主妇，哪来的钱？行了，我知道你还计较那会儿的事儿。我妈平日尽心尽力地照顾你，不过是说你两句，就这么不依不饶。行行行，我替我妈给你赔礼道歉，行了吧？”看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赵琴浑黄的眼珠子一转，我就知道老了遭人嫌弃，都怪我这张该死的嘴，非得多话惹儿媳妇嫌。我抽死这张破嘴！赵琴佯装要抽自己耳光，又被李瑶瑶赶紧拦住：“姑姑，要怪就怪我年纪轻不懂事，乱说话，惹得嫂子不高兴。嫂子，我给你跪下赔礼道歉，求念着我姑岁数大的份上，别再欺负她了。”李瑶瑶说着往下跪，孙磊又一把搀住她：“瑶瑶，你还怀着孕呢，千万不能情绪激动。”孙磊瞪我一眼：“沈静，你非得闹得大家都心里不安就满意了？换大房子也是为了咱俩，本来挺高兴的事儿，你非得让别人心里不痛快。”他训斥我时，似乎忘了我也是个即将生产的孕妇，不能情绪激动。孙磊还扶着李瑶瑶的胳膊，皱眉道：“行了，别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不嫌丢人吗？赶紧先签合同吧。”售楼经理怕到嘴的提成飞走，紧着把准备好的合同递给孙磊。就在他大笔准备落下时，我一把抽过合同：“这购房合同怎么只有你自己的名字？刚刚还装模作样的婆婆，现在双目圆瞪。这话说的，雷子是一家之主，不写他的名字，难道要写你的？”孙磊伸手就要抢合同。结了婚都是婚后财产，写谁的名字不一样。我抬手将合同拿得更远，既然没什么不一样，那不如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吧。孙磊拧眉立目：“沈静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？不能因为你自己弄丢了工作，就让全家都陪着你不开心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，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的全家指的是你、你妈，还有你的小情人李瑶瑶和她肚子里的野种吧？”我一句话落，引得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一片哗然。李瑶瑶最先反应过来，她尖利着嗓子嚎道：“你污蔑我清白！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一尸两命死在这儿，以证清白！”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：“媳妇，我知道你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，你有怨气冲我撒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可你们得好好的呀！开口污蔑女人清白，你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呀！”我看着她在地上撒泼打滚，用更大的声音回过去：“卖我的婚前财产，给小三也种置大房子，
到底是谁把人往死里逼？孙磊脸色煞白，后槽牙咬得额头青筋暴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不就是自己失业，一肚子邪火，没地方发吗？这房子我今天不换了还不行吗？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。说着，孙磊扯着我胳膊往外拖。今天只要被他拖上车，那我是死是活还真是不好说了。我拼命挣扎，可孙磊的手像是一把钳子，紧紧钳住我的手腕。我高声向身边的人呼救，但婆婆却说：“这是我家的事儿，少管闲事，省得惹一身骚。”就在我将要被拖出大门时，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身影拦在我们身前，用力地推开孙磊的钳制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谁敢动我静姐？组员们一个个赶到，在我面前围成一堵人墙。来的路上，我为防止意外，一路分享着定位。我在组员的帮助下要走，孙磊却又装模作样的挽留。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都被开除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指派人家为你的私事忙活？一边的李瑶瑶也跟着帮腔，捏着嗓子拿腔作调。有这样前领导，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离职了还指挥人家干这干那，一看平时在公司也没少作威作福，怪不得被开除。还坐在地上的婆婆也一咕噜爬起来，平时在家对我也是摆着一副臭架子，说我是吃白饭的。可怜我老婆子这么大岁数了，住在自己儿子家，还要受儿媳妇的嫌弃，现在还要带人来打我们一家子。你们快拍他们，让大家都好好看看他们的嘴脸。眼看无数跟风的手机镜头对准我的组员，我立刻站出来挡在最前面。孙磊，你婚内出轨，有了私生子，还想让我把婚前财产置换成共同财产，孰是孰非你心里最明白。要么现在离婚，要么等李瑶瑶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做亲子鉴定，坐实你的出轨，到时候你跟你妈都给我净身滚蛋。孙磊攥紧拳的手不知是愤怒还是心虚的发抖，他面目狰狞地盯着我，压低声音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我劝你最好别跟我撕破脸。你有证据吗？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又没了工作，被我玩烂的破鞋离开我，你还能活？沈静，你以为你还是20多岁的青春少女吗？别到时候人老珠黄带着个孩子沿街要饭，后悔的半夜抽自己嘴巴子，咬着被子哭都求不回我这样的好姻缘了。”孙磊说得越发得意，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这一巴掌是让你清醒清醒。孙磊，同样的话我送给你，等你沿街要饭的时候，记得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离开的车上，组员们已经都手脚利落地帮我拟出了离婚协议，老板更是打来电话帮我请了律师，但我手上除了那段录像，并没有实际证据。如果他们咬死不肯承认，那很可能在离婚的时候会分走我一半财产。摸着即将临盆的孕肚，我吩咐助理送我去医院。上个月产检的时候，医生就曾跟我说过，胎儿看起来某些指标波动异常，问我是不是服用了什么药物。当时我还一头雾水，现在我必须要重新去做检查，确保孩子的状况是否安全。随着医生越皱越深的眉头，我一颗心像是高高吊起悬崖边。情况不好，胎儿脑部发育出现了明显的异常，但5个月时的指标显示还是正常的。我们的建议是引产。心落入万丈深渊，我眼前一黑，却攥拳咬牙撑住自己。医生，引产之后，我想给孩子做个尸检，我等待引产的日子。孙磊打来电话，沈静，平心而论，你就没有错吗？你想想，自从你怀孕后，
我们就一直没有同房过。哪个男人忍得了？你作为妻子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，怎么还意思反过来责怪我？我被他的无耻言论气得冷笑，所以你就去找了小三。孙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家原来是大家主啊？正妻怀孕还得给你备个同房丫鬟。孙磊撒泡尿看看自己，你哪来的这么大脸？一边的婆婆抢过电话，你个贱人，放什么屁呢？还正妻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怎么不撒泡尿看看？看看自己那张老脸，给人家瑶瑶提鞋都不配。等我孙子生下来，母凭子贵，到时候你一个人拖着个讨债鬼，再想进门，除非跪着给我们磕头。你不回来正好，给瑶瑶腾地方。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儿子可是刚升职加薪，大有前途，没了你大把小姑娘往我儿子身上贴呢。我一言不发地录下所有通话，又盯着手机屏幕看。我住宾馆不回家后，他们干脆直接把李瑶瑶堂而皇之地带回了家住。监控里，他将我给女儿准备的那些粉嫩衣衫一件件嫌弃地丢在地上，恶狠狠地踩。死丫头片子，也配准备这么多东西？以后就算生下来，也是服侍我儿子的贱命。我把这些全都保存下来，一并发给律师。律师的离婚起诉书很快交到了孙磊手中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孙磊竟然找到了宾馆，还是跟警察一起。警察对我皱眉说：“小夫妻俩吵几句嘴也是正常，怀着个孕你瞎跑什么？看你老公紧张的都报警了。”我解释不是，孙磊就给我直接跪下磕头：“媳妇，我求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站在我妈那边了。明天我就把她送回老家，以后我心里只有你。”孙磊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警察，回身看我露出一个冷笑：“沈静，你想离婚？我明确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一天不离婚，我一天就是你丈夫，不管你跑到哪里，都不会离开我的手心。静静啊，咱们夫妻有什么话说不开呢？妈还在家等咱们呢，走吧。这次我看你那些组员还能不能这么及时赶到救你。”孙磊笑得像是地狱恶鬼，粗鲁地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扯：“乖乖跟我回家，以后相夫教子，伺候我妈和瑶瑶。不然夫妻俩要是有什么吵架拌嘴也是正常。到时候我一时冲动把你打得瘫痪或是脑死亡，可就是你自找的了。”孙磊不再隐藏他的恶魔触角，我一脚狠狠踹到他脚面。下一刻，我从兜里掏出一根便携电棍，一下戳在孙磊腰上。他颤抖倒地抽搐时，下楼帮我买饭的小助理赶了回来，他赶忙叫了大厅经理，把人赶了出去。孙磊被嫁出去时，还在扯着嗓子喊：“我是她丈夫，我有结婚证，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沈静，我会再找你的，不管你藏到哪里。沈静，你给我等着。”小助理扶着浑身发颤的我：“静姐，怎么办？”我咬牙抓着她的手：“先送我去医院。”刚刚一番冲突，我身下滴滴答答淌出一条血河。8个月引产和生产相同，孩子被前岁夹出血肉模糊。医生告诉我，检查表示孩子的确是被药物影响了发育，就算侥幸生下来，也是脑死亡。看着被害死的孩子，我几乎要咬碎了牙。孙磊、赵琴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下单了一件孕妇情趣内衣。几天后，我看到监控中李瑶瑶签收后，果然当即打开。她以为是孙磊送的，哼了一声，十分得意，仿佛在这场和我的丈夫争夺战中赢得彻底。当晚，孙磊下班回家，李瑶瑶穿着情趣衣衫，半依在婴儿房里，舒展着白嫩的大腿。磊哥，要不要过来近距离跟儿子打个招呼？
刚怀孕那会儿，孙磊也曾几次猴急的在我身上擦蹭，都被我制止了。一个根本管不住下半身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接受得了这样的诱惑？孙磊2下甩掉鞋，舔着嘴唇的扑了上去。我抓紧时间报了警。喂，110吗？我家里进贼了，地址是……挂断电话，我召集人马莲同律师浩浩荡荡的一起出发捉贼。等警察踹开门时，无数的相机同时对准赤身裸体、大汗淋漓的孙磊和李瑶瑶。我一把薅住李瑶瑶的头发，正反几巴掌扇在她脸上。你这个不要脸的鸡，竟然勾引我丈夫！而我的组员们也都假装劝架，趁机踩了好几脚孙磊。我拽着李瑶瑶的头发，把尖叫鸡一样的人推到警察身前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非法闯入我家。睡得正香的赵琴被吵醒，冲出来赶紧挡在李瑶瑶身前。误会，这是我侄女，我这个儿媳妇就是不想让我们这些农村亲戚住。沈静，你不想让我们住直说，怎么还报警麻烦人家警察？简直太不懂事了！我冷笑一声，是吗？那你侄女怎么跟你儿子滚到一起去了？我看着被人堵在角落，只用一条枕巾遮羞的孙磊。孙磊，你说他是非法闯入，还是鸡，还是你出轨的亲戚呢？看着孙磊逐渐惨白的脸，我勾起嘴角，老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把孙磊架住了，他用丈夫的身份威胁我，我就用妻子的身份牵制他，不管怎么选他都得出血掉肉。赵兰瞪着眼骂我，沈静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你自己的男人都算计？你这样的贱人，就该把你的心刨出来看看有多黑。我哼一声，赵琴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儿子现在虽然光着屁股，但他可不是光着屁股的年纪了。他一个成年人，自己不愿意，我能把他算计到别的女人身体里？组员们也都七嘴八舌地帮我。李瑶瑶躲在婆婆身后，哭得浑身发颤。姑姑，你可要救我！而孙磊则一直缩在角落做缩头乌龟。我佯装不耐烦，警察同志，要不咱们一起去局里吧？到时候该走程序走程序，通知单位通知单位，房产证是我的，这里是我家。这个女人我不认识，你们该审审，该判判。我话音刚落，赵琴却像是被踩了尾巴。不行，瑶瑶还怀着孕呢。赵琴拽着李瑶瑶，两人挪蹭着小碎步到孙磊身边。儿啊，要不就认了吧。李瑶瑶则被吓得崩溃大哭。磊哥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坐牢，我还怀着你的儿子呢。警察看着挺着肚子的我，又看看挺着肚子的李瑶瑶，面露不屑，也连声催促孙磊。在众人不断的催促中，孙磊终于扯着枕巾站起来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我。沈静，算你狠，不就是离婚吗？我签，不过我可提前告诉你，别为了赌一时之气让自己走上绝路。现在离婚，我转头就可以娶瑶瑶，我们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。而你，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都不会再施舍你们一分钱。我懒得搭理他的废话，盯着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看着律师把离婚协议收好，我终于冷笑一声，当着他的面从腰上解下假孕肚，狠狠扔在孙磊脸上。孩子？哪还有什么孩子？孙磊被砸得一脸惊恐看我。孩子呢？沈静，我的孩子呢？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你竟然为了跟我赌气杀了孩子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竟敢杀我的孩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快抓住这个杀人凶手！他是杀人凶手，而我只是冷眼看着他。你的孩子去哪了？不该问我，应该问问你妈。赵琴当即脸色煞白，一口浓痰吐在我鞋前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你竟敢赌气杀我孙家血脉！现在趁着我儿不和你计较，拿着休书赶紧滚！别在这儿用你的死赔钱货放我大孙子！我歪头看着赵琴，一丝凉笑。首先，这是我家，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。其次，你不能滚。赵琴，恐怕你得跟着警察同志走一趟了，去好好交代你在我饭里下药害死我孩子的事。孩子的验尸报告出来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村里的王兽医已经如实交代了。赵琴，我的孩子一直在你背后盯着你呢。随着我话音落地，李瑶瑶吓得一声惨叫。本就惊恐交加的赵琴，在这声尖叫中当即尿了裤子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当晚，孙磊和李瑶瑶被赶出我家，而赵琴则以谋杀罪被逮捕。孙磊急得上蹿下跳，打电话让我撤诉。我妈不就是想要个孙子吗？老人家的心情你就不能理解一下？他说了，买药时王兽医告诉他那是转胎药。再说做引产的是你，你要不引产的话，也许生下来也没什么大事。孩子怎么都已经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地牵连我妈呢？沈静，我妈那么大岁数，你就忍心让她被关进耗子里？我听着这些无耻言论，一声冷笑。我怎么会让他关在耗子里？我得让他下去亲口给我女儿认罪。孙磊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别太为赵琴伤神，省得到时候后悔莫及。孙磊听我这么说，当即破口大骂：沈静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良心？当初要不是我看你孤苦伶仃收留你，你一个孤女这么多年，指不定还在哪个泥潭混呢。我和我妈好心收留了你，结果没想到竟养出了一只白眼狼。沈静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救我妈出来，我还要让你看着我娶瑶瑶，让你看着我的幸福后悔莫及。听着他慷慨激昂的话，我几乎都要忍不住想看他知道最后真相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了。一直以来我都很疑惑，为什么赵琴要杀了我的孩子？为什么他会让自己的远房侄女做儿子的小三？如果只是为了要个孙子，似乎不能说通。直到不久前，我雇佣的私人侦探查出了事实。孙磊要尽孝心，我当然要给他这个机会。我雇人故意放风，给孙磊佯装有路子，能捞出赵琴。孙磊救母心切，当即上套。离婚时他分走的那些共同财产兜兜转转又被我收回。与此同时，我打包了一份冲击力极强的录像，雇了黑客发送到孙磊公司的大群。很快，孙磊就被以损害公司形象为由开除了公司，加上被惯坏的李瑶瑶，又是要住酒店，又是要吃燕窝，孙磊很快入不敷出。不过他依旧嘴硬。赵琴故意谋杀案第一次开庭时，他和李瑶瑶并肩而立。孙磊看到我的瞬间，立刻紧紧牵住李瑶瑶的手，两人一副情比金坚，似乎在等着看我嫉妒的表情。可我压根懒得给他们一个眼神，我只是盯着被告席上的赵琴。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一定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赵琴像是苍老了20岁不止，她伸着脖子到处找，直到看见孙磊和李瑶瑶，红着眼圈喊：磊子，照顾好瑶瑶，一定要照顾好瑶瑶。赵琴立刻被警告，而孙磊赶忙应下，又看着我摇头：瑶瑶比你进门晚，却更得我妈的喜欢。沈静，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你自省吗？看着我考究的衣着，李瑶瑶极度的眼红，死贱人，穿得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连自己孩子都保不住的废物。到时候我儿子出生，你那个赔钱货早就烂成一堆白骨。而孙磊则高抬着下巴看我：沈静，事到如今，我可真是可怜你，不仅丢了工作，还丢了孩子，
家庭，人到中年一无所有，十足的可怜虫。我身边的助理哼他一声：“孙磊，你做什么自我介绍呢？我们静姐离开你可算是离开烂泥潭，现在过得不知道多风生水起，不仅升职加薪，还有年底大单的500万已经到账。孙磊呀，珍惜现在的机会吧，以后你这样的垃圾再想见我静姐，怕是比登天还难。”孙磊当即愣在原地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沈静，你竟然骗我！沈静，你个贱人，竟敢骗我！他吼叫着要冲过质问，当即被我雇的保镖拦下，一边的法警也发出了警告。孙磊不甘心地低声咒骂：“你个贱女人，竟敢骗我！”我看着满眼不甘的孙磊，勾起嘴角：“孙磊，骗你的女人可不止我一个。”法庭上，赵琴坚持说自己想买的是转胎药，我就是想要个孙子，我只是太愚昧了。我咬牙狠狠盯赵琴那副装出来的可怜。我的女儿已经足月了，却被赵琴害得没办法看这个世界一眼。律师打断赵琴的狡辩：“我方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是故意谋杀原告腹内胎儿，相关证据我方已提交法庭，足以证明被告和其儿子现任妻子关系为亲生母女。”律师的话像是平地惊雷打的赵琴当即愣在原地。不是的，不，瑶瑶不是我的女儿，都是这个贱人为了污蔑她，看不得我瑶瑶比她命好，她羡慕我瑶瑶怀的是男孩，她是嫉妒。而旁听席上的孙磊也蹿起来大骂：“沈静，你放屁！你想挑拨我和瑶瑶的关系，想跟我复婚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后悔了，但你选错了方法。沈静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胡搅蛮缠，只会让我更加恶心你。”但很快，孙磊的狗吠就在出事的证据中被堵住了狗嘴。赵琴还是姑娘时，曾和人私奔，有了个孩子，但男人不想负责，扔下他们母子跑了。赵家人觉得丢人，把女儿随手卖给邻村光棍，又为赵琴寻摸了个自己带着孩子的官夫。当时不到4岁的孙磊一直以为赵琴就是他生母。这么多年，赵琴一直用孙家的钱接济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但世界好像一个巨大的轮回。李瑶瑶也未婚先孕了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，赵琴竟然想出了撮合自己的亲生女儿和自己的养子。证人证言、亲子证明等铁证下，赵琴最终掩面痛哭。孙磊看着那些证据，瞳孔都放大到无法对焦。他痴痴地看着身边瑟缩的李瑶瑶：“这是真的？你真的是我妈的女儿？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揣着野种？你说话呀！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？”得不到回答的孙磊疯狂地摇着李瑶瑶的肩。李瑶瑶吓得花容失色：“磊哥，你弄疼我了。”但回应他的只有重重一耳光。李瑶瑶被孙磊打翻在地，隆起的肚子狠狠撞在地面，一声刺耳的惨叫如同击穿了赵琴的耳膜。“畜生，你敢打我女儿！你个畜生，竟然敢对我女儿动手！”赵琴喊破了嗓子，甚至还想要冲出被告席，被法警死死按住在原地。捂着肚子喊疼的李瑶瑶被赶忙送去医院，孙磊则是恶狠狠地盯着地上的一滩血，又斜着眼睛看向赵琴。赵琴浑身打了个寒战，她早知道自己这个养子是个心狠手辣的畜生。原本按照他的计划，等除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利用孙磊霸占我的家产后，下一个送走的就是孙磊。但如今他浑身颤抖着哀求：“求求你，再怎么说你也算瑶瑶的哥哥呀！看在我养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……”孙磊哼笑一声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是瑶瑶的哥哥呢？
我可是他名正言顺的丈夫，您把我害得妻离子散，我当然会好好在您女儿身上报答你的恩情。”看着孙磊阴狠离去的背影，赵琴竟病急乱投医地哀求着我：“沈静，我的孩子，看在你叫过我几年妈的份上，妈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女儿吧。孙磊他就是个畜生，他会折磨死瑶瑶的。你也有过女儿，你应该能了解妈的心是不是？好孩子，你去跟孙磊复婚，孩子没了没关系，等瑶瑶生了孩子，我做主给你，就当那个孩子是你跟孙磊的，还不行吗？你们拿到孩子就放过我女儿吧，我求你了。”我看着面前声嘶力竭的赵琴：“你杀死我女儿的时候，听到她在求你了吗？赵琴，我永远不会宽恕你。”赵琴像是被抽干了所有血肉，瘫倒在了原地。赵琴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而孙磊和李瑶瑶消失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一团血肉模糊，是个成型的婴儿。不久后，孙磊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静静，礼物收到了吗？我给我们的孩子报仇了。我最近时常做梦，梦到你，梦到我们的孩子。静静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也许我们都太冲动了，要不……”在一边警察示意我定位到他位置后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他令人作呕的声音。警察抓到孙磊时，他正在掩埋被开膛破肚的李瑶瑶，而警察从他随身的包中搜出了一把尖刀和我现在的住址。孙磊被判处死刑，我将他和李瑶瑶的骨灰一起打包送给了赵琴。听说他见到骨灰的瞬间就疯了，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，念叨着要把女儿塞回肚子里。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500万到账后，我给自己约了最好的私人医院调理身体。毒素虽然大部分被胎儿吸收，可我身上也有一些残余。经此一番，我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与其期望别人给予温暖，不如好好自己爱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